大家好，这里是陌上美国。N 年以前，我从自己的 email 垃圾邮箱中间看到一封已经发过来1个多礼拜的邮件，打开一看，是个 MIT 毕业的人写给我的。现在这个人已经成了我家的 CFO 大厨，最重要的身份就是孩子他爸。言归正传，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跟 MIT 等高校有关系的一则新闻。顺便提醒一下，如果您没有时间看完整个视频，那么也请翻到这个视频的最后30秒，花您宝贵的1分钟时间，给我们填一个 petition。一些教育权利基金会，包括 Real Clear Education 这样的组织，今年做了一项权威的调查。他们调查了美国159所高校的超过37000名学生。民调发现，80%的美国大学生他们在做自我言论审核。2/3的大学生认为应该封杀不当言论，大概1/4的更是认为可以使用暴力叫人闭嘴。超过一半的学生坦言很难讨论种族不平等这样的话题。说实话，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现象？我个人是觉得非常担忧，也令人担心的。美国高校本来是向全美国，可以说乃至向全世界输出精英层、管理层、顶级人才的摇篮。但现在这个意识形态上一边倒的趋势，完全以思想独立、学术自由这种传统精神背道而驰。想想200多年前，美国很多高校是从神学院发展起来的，历史悠久的学校都有教堂，现在却成了把多元、平权放在个人自由和精神独立之上，成了用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代替美国宪法和历史传统教育，输出了一代共产主义接班人。美国曾经花了那么大的力气反集权，现在大水冲到龙王庙了。我们回顾一下历史，譬如你有70年代，那个时候美国左派运动风起云涌，但是校园里面还是包容各种声音。50-some years ago, we had a lot of debates about Vietnam, drug usage, the sexual revolution. And one of the important things that I learned was that you really need to listen to both sides of the debate, exactly. because nobody has all the answers. The administration encouraged this openness, and they stayed neutral on all of the topics. Sadly, this is no longer the case. 哪怕20年前，就像《华尔街日报》评论区这位保守派教授的留言所反馈的那样，当时的极左虽然在理念上极端左倾，但至少在言论自由上是坚决捍卫不同意见者说话权利的。相比之下，当下的美国校园一带要剥夺不同意见者的说话资格，越演越烈的思想封杀，终于导致一些老校友开始反抗，其中以很多支持言论自由的保守派为主，他们开始拒绝给自己的母校捐款。今年10月，一些高校的老毕业生发起了起义，其中包括康奈尔、弗吉尼亚大学、华盛顿和李将军大学、普林斯顿、戴维森学院5所学校的校友成立了校友言论自由联盟。不少是60、70年代毕业于这些大学的老校友，也不乏大金主，比如说一次给自己的母校捐款达100万以上的成功人士。MIT 也一样，终于有人站了起来，打响了反精英主义、取消文化方面相当于莱克星敦的第一枪。 MIT was and is a great institution, and that I learned a great deal there. 虽然 MIT 是个驰名世界的理工大校，但在美国这股警醒主义浪潮下面，其实已经出现了好几次颇有争议的事件。去年夏天，在乔治·弗洛伊德案刚刚爆发的时候，那时候细节还没有公之于众， MIT 的天主教神父就发表了一个言论。他这个内容呢，其实除了极左人士，其他人读起来都会觉得是很平衡的立场。其实他一开篇就说明弗洛伊德是被警察杀害的，并且谴责了这种行为。但是他声明中间有2句话被玻璃心们揪住不放，成了他的罪证。一句是弗洛伊德不是个多么有德之人，这当然是基于弗洛伊德的多项刑事定罪而说出了这样的话。另外一句，美国大多数人将弗洛伊德之死定性为种族主义事件，但其实我们现在还并不知道这一点，只是因为触犯了左派人士的宣传口径，这位神父就被 MIT 辞退了。然后触犯 MIT 保守派揭竿而起的更直接的事件，
就是阿伯特教授演讲被取消事件。阿伯特是芝加哥大学地球物理学家，他受到邀请，原定于今年秋天去麻省理工学院做一个大型高水准的学术讲座，结果因为他发表了一些言论，而且是与这个讲座完全无关、学术之外的一些个人立场，就被连坐。换句话说，就是因为政审不合格，波及了学术，被 MIT 取消了。事情经过就是呢，他在8月和斯坦福教授马里厄维奇共同发表声明，他们认为呢，虽然现在校园在进行一些多元化的努力，被称为多元化、公平和包容，其实违反了平等对待的原则。相反，他们提出了一个名叫 Merit, Fairness and Equality 的框架，就是认为学术评价应该基于才能，其中大学申请者应该被视为个人，并通过严格和公正的程序，根据他们的优点和资格进行评估。结果这就直接惹毛了几座大军，一群 MIT 的新生代，主要是在校学生和新近毕业的校友，他们在推特上发起舆论攻势，要求 MIT cancel 阿伯特教授，剥夺他来 MIT 演讲的资格。这些年轻人为主的知识智力精英，行为跟网络暴凌没有区别，他们就只用了8天的时间，就用网络凌霸的模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相比之下，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齐默他顶住了压力。芝加哥大学本校也有学生要斗阿伯特教授，在这个整风运动中间，这位校长站在了言论自由的一边，保护了阿伯特教授的话语权。这里还要夸一夸普林斯顿校方，他们做出了跟 MIT 截然不同的选择。普林斯顿邀请了阿伯特博士，让这个被 MIT 取消的演讲如期在普林斯顿举行。 MIT graduates say they will no longer support their prestigious alma mater because it has caved to the woke mentality. 于是这整个事件也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位1970年毕业的麻省理工的校友叫做 Tom Harford 开始站了出来。 Tom, good morning to you. Good morning. 他拒绝再给母校继续捐款支持，同时他成立了 MIT 言论自由联盟。目前 MIT 自由联盟成立时间还不长，但是已经有了近300名成员。汤姆校友就呼吁 MIT 在阿伯特博士和6名新任副学长之间举行一场辩论，就多元化、公平和包容进行公开的坦诚不公的讨论。我们前一期节目也刚刚说过，要反抗美国高校这种苏联化意识形态的趋势，现在已经有人开始行动起来了，我们可以加入这场行动。如果您跟我们一样，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生活在这样一种恐惧和压制的文化之下，是一种什么文化？就是说，少数理论家发挥他们的力量和文化优势，就可以让任何不同意他们的人被屈服，要保持沉默。您要是反感这种未来，那么就请大家帮忙签署并转发这个 MIT 校友发起的 petition。您可以扫描右下角的2维码，登录这个网站，签署这个请愿，并帮忙传播。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析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喜欢我们的朋友，请给我们留言、点赞并订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